少年们互相问着对方的理想型，又在心里暗自揣摩理想型套到哪家仙子身上合适，兴奋的仿佛他们今日成婚一样。蓝启仁喊了几声管不住了，望向魏无羡那边，结果魏无羡老老实实的站在他爱徒贤质好学生优质白菜身边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就是脸上那笑看着挺欠揍的。他摸着胡子，心道：不管怎样，好歹是老实了，没有魏婴带着，这帮学生也闹不出什么花样，看来把魏婴交给忘机看管还是对的。蓝启仁满意的转头去盯其他学生，满意的目睹他们渐渐闭嘴，又满意的回头，满意的看着老实了的魏无羡一拳招呼到了金家小公子的脸上。那一瞬，蓝启仁的心脏真的梗了一下。就在前几刻，未来归宿早就找好了的魏无羡原本安分的在蓝忘机身边待着，得意的听着狐朋狗友们高谈阔论。忽听那边一人问道：子轩兄，你看哪位仙子最优？魏无羡和江澄向那边望去，蓝忘机听见金子轩的名字，想到魏无羡，一朝金子轩看去。有两人谈到金子轩的未婚妻，江家的大小姐，江澄的亲姐，魏无羡的师姐。蓝忘机偷偷拉住魏无羡，待金子轩口无遮拦说出：总之我可不稀罕你的好师姐，你若稀罕，你找他父亲要去，他不是待你比亲儿子还亲。闻言蓝忘机也不禁怒上心头，便是这一刻松懈，他一时不察，魏无羡小牛犊一般直冲上去，差点连他也拽了个跟头。再一看，魏无羡已经与金子轩滚作一团，打得难舍难分。打架乃是平日里魏无羡的看家本事，而金子轩平日里父母都宠得紧，恨不得捧手心里，他自己又不常出去鬼混，因此落了下风。众人张大嘴盯着看了许久，才想起来拉人。这一过程中，江澄也给金子轩补了几脚。蓝启仁道：魏婴，又是你！魏无羡怒火还没下去，理智还未回来。放开我！今日我定要打死你个臭不要脸的金孔雀！魏婴，你……蓝启仁气得发抖。滚！滚！滚去外面罚跪！忘机，去给江宗主传讯。蓝忘机道：叔父，此事非魏婴一人之过，错也不在魏婴。刚被人搀扶起来的金子轩皱着眉。蓝启仁道：金子轩也一并出去罚跪，让金宗主也来。蓝忘机应道：是。魏无羡心道：蓝湛好样的，都能明目张胆的向着自家人了，真没白跟他上床。江丰年和金光善一听两人打架，又是蓝启仁传唤，脚底抹油一般，紧赶慢赶，当天便到了云深不知处。两人到时，世家公子排行榜的榜首与榜眼正在山门口候着他们。这两位公子当真是绝色啊！大的那个春风和睦，小的那个冷若冰霜，都是一样的相貌，却也好分辨。两位宗主落地，只见大的那个去迎金光善，小的那个去迎江丰年。交谈间，小的那个竟也弯了弯嘴角，虽只有那么一瞬，却犹如冰消雪融，化雨春风，叫人毕生难忘。看着如此优秀的世家楷模，江丰年也不禁暗暗赞叹：这要是江家女婿该多好。两位宗主先去看金子轩，金子轩跪着低着头一言不发，白嫩的脸肿了大半，衣服上还带着几个脚印，挺委屈的样。金光善安慰了几句，几人又到了魏无羡那里。魏无羡也跪着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约摸着是哭了。蓝忘机心里一紧，连忙上前查看，绕到正面，发现魏无羡拿着根棍正戳着蚂蚁丸，脸上无伤，衣服也整整齐齐的，见他们来，还挥手打了招呼，笑成了一朵花。蓝曦臣艰难道：魏公子好心性。江丰年亦艰难道：应一向如此。魏无羡疑惑道：都看着我作甚？江叔叔，金宗主，你们不去见蓝老先生吗？被人提醒自己接下来要面对什么的金宗主与江宗主，有点不想面对。世家子弟们一届一届都是这么来的，就好像这届的学子们怕蓝忘机一样，蓝启仁也是老一辈们的噩梦，想着如今都混成宗主了，还是要去蓝启仁那挨训。两位宗主不约而同心里发毛。两人到了地方，却见蓝启仁旁边还坐了一人，
正是闭关多年的青衡君。两位宗主放下心来，还好，有青衡君在，指不定能拦着点。打架的虽是两个小辈，可双方一个是云梦江氏的首席大弟子，另一个是兰陵金氏的少宗主，又牵扯到了两家联姻，不得不重视。蓝启仁虎着脸把两位宗主好一顿训，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宗主们在他面前低眉顺眼的，只想着赶紧把这迂腐的老古板哄好，免得再遭这罪。蓝启仁道：身为一宗之主，一族之长，连族中弟子都管不好，妄为明事。金光善道：是，您消消气，都是子轩的小子的错。江丰年道：对，您拜火，都是魏婴那小子不好。蓝启仁道：罢了，至于联姻一事，我蓝家不便插手，你二人自行商议吧。金光善与江丰年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沉默了。江丰年想了许多，子轩确实瞧不上燕离，若强行将他们绑在一起，当真成了婚，日后不知这对怨侣该如何相处。江丰年还在脑中斟酌，还是金光善首先开口。他道：丰年兄，此事是子轩有错在先，你看着。江丰年道：此桩婚事也非他二人本意，不如解了这婚约吧，他二人日后男婚女嫁，互不相干。见江丰年此意已决，金光善只得作罢，点头应下。金光善想着，四大家族又不是没了人，退了婚指不定能寻个更好的。只是自家那只母老虎那里有点难办，这边的事算是解决完了，还剩外面跪着那俩。此时一旁除了行礼，一言未发的青衡君微笑道：少年人本就心性浮躁，金公子为婚约一事困扰多年，魏公子更是为自家阿姐鸣不平，才闹得如此下场。罚也罚了，跪了这么长时间，叫他二人进来认个错，此事就此结果吧。他正在闭关，蓝启仁唤他出来，还是因为两大世家的家主来访。青衡君作为蓝氏家主，理应出来调和，待此事一了，他便再次闭关。魏无羡和金子轩互相看不顺眼，被召回时也咬牙切齿地瞪着对方。魏无羡心想着，反正打都打了，金孔雀那张脸现在还歪着呢，不如帮他正形。在金子轩又一个白眼甩过来以后，魏无羡提拳正要开揍，被蓝忘机挠了下手心，火气全散了。蓝忘机面不改色，回头问他：不打了？魏无羡嬉笑道：不打了，打他没意思，还是蓝战你最有意思。说罢还往蓝忘机那边蹭蹭，摆出一副嫌弃的表情，离金子轩远远的。金子轩被魏无羡一席话说得直抖鸡皮疙瘩，也忘了去对魏无羡，心想：都是大男人，腻歪什么？不怕蓝忘机把你丢出去吗？然后他亲眼看着蓝忘机红着耳根点头，而魏无羡蹭过去也没躲开，安心受了那清静。我认真听学时，你们都做了什么？蓝忘机一脸镇定，魏无羡一脸笑容，金子轩一脸茫然，三人就这么出现在长辈们面前。长辈们关切地看向金子轩，以为又出了什么事。金子轩被长辈们关切的目光唤醒，心中对路上所见依旧挺诧异的，于是狐疑地看向魏无羡这边。长辈们又顺着他的目光盯着魏无羡。魏无羡原本正得意，见一屋子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，深觉任重而道远，于是看向自家未来道侣寻求安慰。长辈们带上金子轩与魏无羡，又在瞧蓝忘机。蓝忘机也是个不会说话的，自小便练就了非凡的定力，别人瞧他，他就站着一言不发。场面一度十分尴尬，这局面须得来一人打破，此人肩上的担子沉得要命。蓝忘机是不能指望了，他能站那儿沉默不语一整天。魏无羡也不行，再说出什么不着调的就更严重了。金子轩是从他那起，更不用说让他解决了。唯剩几位长辈，要客人出马也不大合适。于是作为东道主的青衡君担起重责，他轻咳了2声，笑道：子轩和无羡嘛，可知错？魏无羡给蓝忘机递了个眼神，蓝忘机传声道：我父亲。金子轩平时在长辈面前也是懂事，刚要开口认错，就被魏无羡一堵。知错。
他偏头，只见魏无羡笑的一脸谄媚，不合适，殷勤，也不合适，也不知该如何形容。魏无羡其实心里不服，金子轩那么说他师姐就该往死里打，可公公都发话了，给了台阶就得下，大不了以后私下里偷偷揍，